在现代的音响当中，到底是应该让人们去配合音响呢，还是让音乐还有音响去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它让我重新思考了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好的音响产品，它到底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呢？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丹麦 B&O 它在11月17号发表了一款新的这个桌上型的 Wi-Fi 喇叭，那也就是现在在我手旁的这个 B&O Emerge。那 Emerge 在英文就是它翻译过来的意思有点像是这种泉水的涌现、涌出的那种感觉。那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会好奇说，眼前这个其实它大概就跟一本真的是书差不多，一本书差不多大小的这个 B&O Emerge， 它怎么去呈现这种涌现涌出的这种声音感受呢？其实一般我是不太，其实像现在录影片的话，我一般是不太录这种小的蓝牙喇叭的，因为小的蓝牙喇叭其实它们就是八竿子跟音质这个事情它是打不着边的。就是蓝牙喇叭它多半是功能取向，假如说它防水防尘，然后有快充电，音量够大声，基本上就是蓝牙喇叭的或是一些室内那种喇叭的需求，然后就是价格要希望低一点。但是今天这款 B&O Emerge 它算是重新又让我思考了一下，就是到底听音乐就是音响、听音乐还有生活这几个事情。好，那它又怎么影响我整个对于听音乐、听音响或生活改观的呢？我们待会来聊聊。但我们先看一下产品的外观哦。首先，这款 B&O Emerge 它的外观，它有用的木壳的元素然后罩住，然后它上方摸起来是一个，应该说你感觉它会是应该是一种塑料的材质，但是它摸起来是非常舒服的，然后它的正面是使用这个同样来自丹麦非常有名的这个 Kvadra， 就是它是一个做高级纺织品的一个厂商哦。其实像现在不管是 LG 的 Object 就高阶的家电系列，他们也会说他们跟这个丹麦 Kvadra 有合作。然后接着底面的机身是铝的材质哦，摸起来是非常的柔顺。然后它在单体的配置，也就是喇叭的配置方面，它是使用了一个 0.6 寸的高音单体，然后接下来是一个不到1寸半的中音单体，背后搭配一个4寸的长方形的低音单体哦。然后呢，整个的接孔它支援了，当然还有网路孔，然后它还可以用无线的 WiFi 连接到你的室内网路。接着它还是吃这个 Type-C 孔的电源。但是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它这个 Type-C 孔的电源是吃20伏的，所以基本上你只能用它原厂附的这个就是算是充电应该说供电座来进行供电。那接着呢，它还有支援一个 3.5 的 Line 接孔，所以你可以把它拿来，假如说你想要拿来接电脑的喇叭，它也是 OK 的。好，那我们接着再讲到它的整个的然后他来讲一下，就是说它背面还有做一个长线的设计，就是说你线接进去的时候，它可以很好的固定住。然后，但是 Type-C 的线材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哦，就是你要找那个线身尽量软一点的，因为像我自己就是用一些编织线，我发现它线身如果太硬的话，其实它后方的空间在接的时候会比较不够。好，那整体的操作其实非常的简单哦，就是它的正面上方的面板，简单来讲就是音量。你可以借由触控它的这个上面，它有一个圆圈，你可以触控它的圆圈去做逆时针、顺时针的移动，去做添加音量。那播放上下一首，然后它还有一个麦克风。它的这个麦克风呢，第一个是做所谓的声学的空间校正哦。那这个功能其实在现代的音响就蛮常见到的，就是当然每个人的空间都不会是完美的，但是我们可以借由晶片的运算，让这个产品它可以在任何的空间都可以呈现这个品牌它想要达到的这种声音效果。好，那 B&O 他们就是其实他们已经做了很久了，这种算是空间校正的，甚至他们还有在他们的总部还有这种无响室
就是专门为音响所做的实验室哦。所以基本上大家对 B&O 的技术完全是不用去质疑的。然后接着它还有一些快捷的，它就是非常清晰的可以看到1个点、2个点、3个点、4个点的按钮，这基本上就预设的一些电台的快捷键。然后还很贴心的对于说，因为像有些使用 B&O 的客人啊，他可能放在家里面嘛，但是很多人现在会关心到隐私的问题。那如果你不想要使用麦克风啊，就是你就可以底下还有一个麦克风的那个关闭钮，你可以直接把麦克风整个都关闭掉，确保说，不管你是在讲一些，像我们有一些客户，他常常会家里面跟举办一些假如私人会议啊、公事上的或私事上的，那这时候你就可以把麦克风关闭。那当你把麦克风这个功能关闭的时候，所谓的空间校正的功能也就不能使用了，这点要特别注意一下。好，那讲完了就是它的整个的外观啊，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它的操作。基本上我会建议使用它的话，你整个的操作都可以透过这个 APP 去做运作。然后其实它整个产品使用上来，我觉得音响产品有时候 APP 会有一些问题，就是说他们写的不够人性化。但是在 B&O 这点上面你完全不用担心，它从一开始的配对开始，就是你只要插上电，然后你开启 B&O 的 APP， 然后它的产品就会自己跳出来问你说要配对吗？那接着你就是按确认，然后它每一步它都会跟你讲说你应该怎么做。那或者是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呢，它也会教你。然后整个都设定完了之后，就会看到它的主画面。那其实我自己使用它的话，基本上我会用 AirPlay。那当然，如果是 Android 的客群，你可以用 Spotify Connect 去连接它。好，那基本上我觉得操作来讲啊，完全是不用担心的。而且我觉得像 B&O 这种大厂，你使用它的产品有一个好处哦，就是你 Android 跟 iOS 的 APP 界面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这有什么好讲的，但是坦白讲啊，就是很多音响产品他们的 App 基本上都是偏重 iOS 系统的，就是这时候很多使用 Android 的用户就觉得好像比较没有人权，但是在 B&O 这种厂牌上面你是完全不用担心的，而且他们的 App 反应速度我也是觉得都是很快的，你完全没有什么问题。好，那其实这个产品它非常的，你可以说它结构简单哦，基本上它的外观跟 APP 操作这样就结束了。当然 B&O 的 APP 它有一些功能啊，假如说它可以做所谓的多式播放，或者是你可以在 B&O 的 APP 上面去做一些电台的点播，然后还有一些音色的调整。但音色的调整这个我们后面会一样，就是我们会分享一些参数给大家做参考。好，那接着我们就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我刚刚前面提到说它完全改变了我对听音乐甚至对一些生活的这种看法的改变。那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从它的音色开始讲起。一般人看到这种小喇叭可能就会第一个觉得说它的音量不大，那第二个就会觉得说它音色可能也没办法做到很细腻。但是我们先从音量讲起哦，它的音量我那时候看官网就是低音它是用60瓦的扩大器去推，然后高音跟中音各是30瓦。那这样的数字可能讲起来大家无法感受，但是我必须讲一下我实际的音量感受，就是我在办公室啊，它的音量开到 80%， 基本上就是我10几坪的办公室都觉得很大声的，甚至你可以用它放交响乐，没有错，你可以就是一般大家就觉得放交响乐，你可能要就是你要买100万音响，你要买10几万，你听起来才有感觉。我觉得单一支这个 Emerge 啊，你音量开到90几，听交响乐非常过瘾，就是这是我以前所无法想象的。然后音色方面呢，它的人声真的是我必须要讲，就是非常的细腻啦。就是连我以前我都不太，其实我不太讲这种小型的音响产品，但是就是我那时候听了 Emerge 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特别，必须要好好讲一讲这样子。那我们依照惯例，就是先让大家稍微听一下它的，放几首歌，稍微让大家听一下它的音色。另外在音量的方面啊，我觉得也可以做一个视觉化的呈现哦。就是我会拿 iPhone， 然后我觉得最好的视觉呈现就是我们拿 iPhone 的语音备忘录，
然后我把音量，假如说我大吼的时候的波形长什么样，然后我们接着把这个 Emerge 开到一个音量，我们来看看我大吼的音量，那 Emerge 需要开到多少？我觉得这样也许是视觉呈现上的最好的实验哦。结果这个人讲完忘记拍实验画面。好，那我们就直接看一下影片吧。爱上你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心跳加速，从来也不会变缓慢。时间就停止现在，我不要再说晚安。你还记得那天下雨下得多浪漫？陪你逛街，怎么光脚都不会酸。踩着你脚印沙滩，生日号码的航班，什么都愿意为你，为你，为你，为你而放下控制，直到失去力气，直到我有了你。Yeah, I'm still the same， 都好像没有变。Yeah, nothing changed， 还是讨厌下雨天，还是不爱认错，脾气是硬了点，这我都清楚，但我没有办法改变。我很会搞种花钱装人潮的排气管，想努力赚钱养你，却养成了坏习惯。我还想带你到处晃晃，到处带你玩。Cause me without you, it feels like 情人节没有爱人 ，yeah。想来想去没有快门 ，yeah。想当初就没有台灯 ，yeah。Cause me without you, it feels like a sentence without no spaces. It feel like you do without no playlist, or a chapter without no pages. Cause me without you, it feels just wrong. Tu pure principessa nella tua fredda stanza, guardi le stelle che tremano d'amore e di speranza. Nel mio mistero chiuso in me, il nome nessun saprà. Sotto l'occhio 好，那我们刚刚听完了这个 Emerge 它的整个的音色表现呢，我们来谈一谈它的参数调整。基本上在BNO 的 APP 首页啊，你会看到，如果你有开启这个空间校正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选项是最佳。那其实，在最佳这个选项开启的时候，基本上你剩下可以调整的啊，
就是底下的这个等化器的选项。那开启了等化器选项之后，基本上它有低音跟高音两个选项。如果是我的话，我低音会开到5或者是4。当然在 B&O 众多产品上面，这个低音的选项更改啊，就值得加或减，体验是差别蛮大的。但是在 Emerge 上面，我觉得它的调整算是做到很细微，就是说你就算是正4正5跟0比起来，就是它会有一点差距，但不是到非常大。但以我的习惯啦，我会希望把低音加到5，因为它这样听起来会更令人非常惊艳，它的低音可以到如此的程度。就我不是开玩笑，我觉得这款产品的声音就是以2万多元来讲，就真的做到是以这么小的体积给人完全意想不到的声音哦。那这些 EQ 的高音，它会让你觉得是一样是人声的远近哦。这边我会开到3或4，那当然如果你想要比较耐听，我觉得可以开到3是没有问题的。那基本上如果你有开启空间校正的话，这样就结束了，就是没错。就这款产品的音色调整就是这么的简单。那如果你要自己调整的话，它有像它的系列产品都有一个像调色盘的方式可以去做调整。但是如果在 Emerge 这款产品上面，其实我不建议你去做这种调色盘的调整。那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在 Emerge 这款产品上啊，如果你用调色盘的调整，你容易声音调得太过偏激。什么意思呢？你容易人声，假如说它某些方向人声坦白讲太闷，那某些方向又会太亮太刺，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要调好，可能对一般人来讲是有点难度的。与其这样，你不如更简单的去使用它，就是用它的空间校正的功能，甚至用它预设的音色搭配等化器去做简单的调整。我觉得这样其实更符合 Emerge 这款产品它的初衷哦。好，那我来讲讲，就是说我听了 Emerge 这款产品之后，就是我的一些想法。可能很多人对 B&O 的印象就是说它很贵，然后它的品牌的这个就是品牌这个招牌就占了产品中非常多的金额。什么意思呢？就很多人觉得说，你花2万块买 B&O 的产品，其实你大概是花了1万5在买 B&O 这3个字的招牌。但我必须要讲的是说，从 Emerge 这款，我们单从 Emerge 这款产品看哦，今天它做到了很小的体积，然后它的外观，坦白讲真的是非常的精致。你有时候你同样的产品，假如说你把 Sony 的一些旗舰的产品，也是1-2万块的产品，你摆在一起看，你就会觉得这两者的外形设计完全是不同等级的。一个就是它就是做消费性电子产品，那另外一个真的就是你就像做饰品在做精品一样，就是外形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比如讲说，甚至它这个播放的时候，它会有一点温度哦，这个木头会有一点温度。那我觉得这个设计就是，假如说你是在冬天的时候，你让它播放一下，然后摸到它的时候，其实它也不是烫，就会有点温度。你就会觉得 B&O 它设计，它不管从触感，它从视觉，它从听觉，都去做全方位的考量，甚至它是不妥协的。那你说，当然它有这样的体积、这样的外观，最后重点就是说，它有这样令人惊艳的音质，就是它改变了我整个对就是听音乐还有这个甚至生活的看法。假如说，就是因为像我们常常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教导我们的客户们说，其实你应该要买一对就是正统的正经的2声道的音响，然后你要在一个专门的空间，就是甚至你要把你居家的空间弄得非常的专业，然后你听的时候你要正襟危坐，然后你要去享受音乐的这种立体感的这种表现，那这样才是一个听音响该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啊，就是像我自己，其实我工作步调其实非常的忙碌嘛，听音响对我来讲已经不是一种享受了，其实更多时候像是一种工作所趋，就是我为了工作我必须要去常常听音响，我去听产品，
那我不是去欣赏音乐，我只是就是常常听音乐都这个音乐可以当 demo 示范，然后这个音乐不适合，那这个音响产品它的价位值多少钱，适合什么样的客群。但是当我这几天我在听这款 Emerge 的时候，我常常发现我只要，因为它第一个它体积真的不大，所以我可以放在我的办公室，我可以放到我回家的时候，我就随便把它放到我一个角落，我可以把它放到我餐厅的餐桌上，然后我随时想要用它的时候，我就用我 iPhone 手机用 AirPlay， 然后去投放音乐，我就可以得到很好的音质哦。就是我觉得这是超过，我觉得甚至它的音质是超越了那种跟方便性是超越了。假设我今天，我记得它定价是25,000多元啦。如果今天我要用一个被动式的音响加一个扩大机，我觉得达不到它这样让我随心所欲的效果。就是它让整个生活步调就是更轻松，也更放松了。就是它也让我重新思考说，音响到底是这么讲，就是在现代的音响当中，到底是应该让人们去配合音响呢，还是让音乐还有音响去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它让我重新思考了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好的音响产品，它到底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呢？那这听起来其实有点就是复杂，对，其实只是我的一些听完之后一些的感想，就是很久没有这种，就是会，当然它的音色你说要跟10几万、20万的音响比，当然是达不到的，但是我觉得它是给人一种，整个融入你的生活，让你的生活步调更放松、更轻松，视觉更享受，就是营造一个更融入音乐的环境，可以这么讲。然后我必须要讲一下，其实它的 APP 操作，这是它音色嘛，它 APP 操作有很多的小细节哦，像是它有一个音量限制的功能，就在于说，坦白讲，因为它的音量如果开到100%，如果你是放在你的面前，基本上一般人都受不了，太大声了，所以它可以设定说你的音量的极限值在哪里。假如说我今天只要发挥它70%的实力，发挥它60%的音量的实力，我可以去做限制。就是在我上一集 NBO 有讲的，就是说有些音响产品它可以用 APP 操作，但是很多时候它会没有那么人性化。假如说你一个音响产品，你用 APP 操作都没有音量限制，坦白讲，小朋友用或家人用，他们都很担心会把音响产品用坏。就是不要说太太啦，有时候我都会发现很多客户的，就是先生，他都会特别叮嘱太太说，你自己在家，你不要去动了一些音响。你不要乱动，然后你要开的时候，你要先开前级，你再开后级；你关的时候先关后级，再关前级，要不然它坏掉，音量不可以转超过几点钟这样子。那其实音响常常我觉得给这种家人带来的是更多的是恐惧与限制。那在 B&O 这款 Emerge 上面，我觉得它更多的是，就真的是你买这一款产品回去之后，家人、朋友，就是小朋友，大家都是可以很简单的使用它的。所以总结就是这么讲，这一款音响产品 B&O Emerge， 很多人说买 B&O 很贵，但是在这款 Emerge 产品上面，我觉得，这么讲就是它其实一点也不贵，因为真正好的音响，它是可以做到好看、好听又占空间。融入你的生活，操作便利。如果它都能达到这几项的要求，那你还能说它贵吗？好，那这是属于比较深夜的闲谈啦，因为其实我们往往也就是在下班之后，才能有更多的时间跟这些音响产品独处。那也是这些独处的时候，我们才能，看了这么多音响产品，我们才能更了解这些产品它们背后或品牌想要传达的意涵，或者这些产品它到底就是适合哪些客群这样。所以最后我推荐说，如果你是一个忙碌生活的上班族，或者是你很喜欢好的音乐，但是你不想被音响产品的体积，你不想被它的操作所限制，那你就可以使用这款 B&O Emerge， 然后它也可以搭配2个 B&O Emerge 去做所谓的串联立体声哦。所以你真的是可以做到，假如说你花5万多元
你不用再去买那种很大的就是正经的音响产品，你就是直接买两台这个 B&O Emerge 去做搭配，声音效果就会很好。好，那最后就是也感谢大家就是一直以来的收看。那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记得要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其实我们会开箱更多 B&O 的产品，来跟大家聊聊说他们一系列产品设计的精神哦，跟适合什么样的族群做使用。那如果大家想要看什么样的类型的评测，也可以在我们 YouTube 底下留言哦。好，那这次的开箱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我是 Alan，我们下次见，拜拜。